我得了一種只能說真話的怪病，半字謊話都吐不出口。今天历史課上，老師叫我讀赤壁之戰的史料，我卻一個字都念不出來。這時我才反應過來，赤壁之戰的記載根本不对。歷史老師的眉頭越擰越緊，我只能硬着頭皮把真相說了出來。赤壁之戰，曹操压根沒燒到一艘船，史書寫錯了。同學們當場笑成一團，老師臉色鐵青。第二天我被送到了市裡最好的醫院，醫生听完我的話压根不信。接下來我說什麼你就跟着说什麼，我的話有真有假。没問題，開始吧。鳥會在天上飛，鳥會在天上飛。我沒偷吃冰箱裡的布丁。我說不出話。昨天下午3點，我在值班室喝了一杯黑咖啡。你昨天下午3點在值班室喝了一杯黑咖啡。我今天穿的內褲是黑色的。你根本沒穿內褲。醫生愣了一下，臉上有點掛不住。我去，你確定不是瞎蒙的？我發誓，真不是蒙的。那行，咱們來個終極測試，你試着猜一下，剛才我們急診有個車禍重傷航員，他最後怎麼樣了？不用真知道答案，就在心裡默念各種可能，然後挨個試着說出來。我照着他說的做。他還活着，說不出口；他搶救無效去世了，說不出口；他轉院了，還是說不出口。每一個猜測都像堵死的下水道，直到一個離譜的念頭冒了出來：那個傷員根本不存在。沒錯。那個傷員根本不存在，看來你是真得了只能說真話的病，哪怕你根本不知道這件事，也能靠心裡默念排除掉所有錯誤答案，直到說出正確的那個。那我這病還有救嗎？目前還不清楚，你這應該是全球第1例。自從確診之後，我平淡的高中生活徹底變了樣。這幾天班裡氣氛一直很壓抑，我們班一個女生已經失蹤3天了。同學們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擔心蘇有，警方正在全力調查，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祈禱她平安回來。說完，她走到我身邊。程焱，你語文成績一直不錯。現在用希望這個詞造個句子，表達一下全班同學對蘇瑤能早日歸來的祝願。我張了張嘴，腦子裡飛快地組織句子。我們希望蘇瑤平安歸來，我們希望很快能找蘇瑤，還是說不出口。最後我順着那個唯一能衝過喉嚨的念頭，聲音發顫地說了出來。我希望大家能早點接受蘇瑤已經不在了的事實。話音剛落，整個教室瞬間安靜的掉根針都能聽見。程焱，你胡說八道什麼？怎麼能這麼詛咒蘇瑤？老師，我得了只能說真話的病，這是我的診斷書。老師拿過來看了一眼，臉色沉了下來，隨即拿起了電話。半小時後，我被帶到了會議室，一個男人走了進來。陈焱同學，別緊張，我已經了解了你的情況。你在課堂上說蘇瑤已經不在了，這是你的病給你的提示嗎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說出真實的事，假話我說不出來。我明白了。那現在你跟着我複述我學失蹤的話。蘇瑤是3天前放失蹤的。蘇瑤是3天前放學月失蹤的。她最後出現在監控裡是在學校後門的小巷。我們警方懷疑她遭到了綁架。我們警方懷疑她遭到了……不行，我說不出口。蘇瑤是自願離開的。蘇瑤是自願離開的。她知道自己為什麼離開。她知道自己為什麼離開。那你試着說我知道蘇瑤在哪裡。不行，我不知道蘇瑤她在哪兒。沒關係，我們換個方式。你在心裡默念各種可能的地點：街上、商場、河邊、山裡。我閉上眼睛照做。在家裡，在同學家，在網吧，在郊區，在河邊。所有這些念頭都在我喉嚨裡撞上了一堵無形的牆。就在我快要放棄的時候，一個冰冷的詞閃過腦海：蘇瑤在地下。哪個地下？說清楚，是學校的地下室還是地鐵隧道？我努力試着說。學校的地下室，說不出來；地鐵隧道，也說不出來。我拼命在腦子裡搜索那個唯一正確的答案。蘇瑤就在我們腳下。會議室裡瞬間一片死寂，許隊長臉色僵硬地看着腳下光潔的瓷磚地板，又抬頭看向我。半小時後，施工队趕來了。就在這塊區域撬開，動作快點。10幾分鐘後，地板被鑿出一個洞。許隊，下面是空的，還有個大行李箱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許隊立刻鑽了進去，很快行李箱就被拖了出来。打開裡面是空的，只有張蘇瑤的宿舍證。找到了蘇瑤的東西，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說完，他把證件遞給我，我只看了2秒，一股冰冷刺骨的真實感像電流一樣竄遍了我全身。這張證件的主人好像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了。旁邊的法醫愣了愣，接着用看瘋子一樣的眼神盯着我。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許隊，你別聽他胡說八道，這就是一張塑料卡片，怎麼能推測出結果？還不存在這個世界，這說法完全違背常識，根本站不住腳。我沒法反駁，因為連我自己都搞不懂，這種感知到底是從哪兒來的。他說的不是科學，他說的是事實。把這張學長證馬上送技術科，做最全面的微量物本檢測。另外，重新排查蘇瑤失蹤當天所有跟他接觸過的人，一個都不能漏。接下來2天我都沒去學校。許隊說为了我的安全，讓我最好待在家裡。直到許隊打來電話：程焱，你過來一趟。案子有突破了，人抓到了。我很快趕到了6扇門，被抓的是個有前科的慣犯。
名叫张四。我們排查了失蹤地點附近所有的監控，發現他案發時間段就在學校後巷晃悠，鬼鬼祟祟的。審了他之後，他已經承認是他綁架了蘇瑤。怎麼樣？我們的人形測謊儀，幫我們看看這個案子，說說你的感覺。我深吸一口氣，盯着審訊室裡的張四，試着在心裡拼湊出事實。他綁架了蘇瑤，說不出口。他說的是真話，還是說不出口？他根本沒見過蘇瑤，不可能，他連作案細節都對得上，還交代了藏匿蘇瑤的地點。我們的人已經趕過去了。程焱，你的能力会不会出錯了？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開。许队，不好了，張四翻供了，全是假的，我沒綁架什麼女學生，我根本不認識她。你冷靜點，剛才招供的是你，現在翻供的也是你，你耍我們玩呢？我說的都是實話，有人給了我一大筆錢，還給了我一份劇本，讓我照着念。對方說等事成之後再給我一筆錢，讓我跑路。同志，我求求你們了，我就是個拿錢辦事的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張四的每一句話都像重錘似的砸在許隊長心上。這時他剛才派出去的探員打來了電話。許隊，這裡就是個廢棄多年的舊倉庫，空落落的，什麼都沒有，除了灰塵，連個鬼影都見不着。好不容易拼起來的證據鏈，這一刻徹底碎了。技術科裡工作人員眉頭緊鎖，正對着張四提供的通訊記錄反覆分析。許隊情況不太好，對方的電話通過了至少10幾個不同國家的虛擬服務器層層轉接，跳板太多，根本追不到源頭。而且通話用了特制變聲器，音軌做過加密處理，我們完全還原不了他本來的聲音。錢呢？他不是說收了一大筆錢嗎？順着資金流向查。查過了，對方付的是匿名性極強的加密貨幣，走的去中心化混幣協議交易。錢一打出去就跟潑出去的水似的，徹底沉進了龐大的數據海洋裡，根本找不到接收地址。看來對方用的是專業級的反偵查手段。回到家後，我開始在網上瘋狂搜索，試遍了所有能想到的關鍵詞組合。突然，一個帖子抓住了我的眼睛。可他們都說我說的事實是錯的，他們覺得我瘋了。可我知道我沒瘋，是我看到的事實和他們不一樣。有些事實我根本不敢說出口，他們可能已經找到我了。那些事不是我該知道的。我怎麼也沒想到，這個世界上還有和我一樣的人。立刻點開私信。別問了，他們能監控一切，刪掉所有記錄。他們下一個目標就是你，快跑！緊接着他又發來一長串毫無規律、雜亂的數字字母組合。這是我唯一能留給你的東西，別相信任何人。我還想再追問，系統卻提示該用戶不存在或已被註銷。一股寒氣順着尾椎骨直衝頭頂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這個坐標是什麼地方？我照着坐標找過去，到了一片廢棄的老城區，這裡散落着不少通信設備。牆面上貼滿了照片，不由自主地被牆中央蘇瑤的照片吸了過去。照片下方寫着幾個觸目驚心的大字：關鍵適配者，進度已定位，狀態被塗抹。看來影子也在查蘇瀟的案子，而且知道的比我多得多。那是我爸年輕時的照片，他在我7歲那年因為實驗室意外去世了。他的照片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照片下面也印着一模一樣的字：真理之門項目，初代研究員，死因高度可疑。死因高度可疑？難道我爸的死根本不是意外？程焱，你跑哪兒去了？電話也不接，你知不知道媽有多擔心你？媽，我爸的死真的是意外嗎？我掏出手機，屏幕上正是剛才拍的我爸的照片。母親臉上原本的擔憂瞬間變成了驚恐。你這照片是哪兒來的？你爸他就是出車禍死的，就是一場意外，你不許再問了，聽到沒有？把照片刪了，立刻刪！他的反應太激烈了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想安慰他。媽，我爸是死於意外2個字，像2塊燒紅的烙鐵，死死堵在了我的喉嚨裡。母親見狀，一下子癱坐在沙發上。我轉身走向那個常年鎖着的房間。程焱，別進去，那裡面什麼都沒有。這是父親的書房。熟悉的舊紙張氣息，混着淡淡的防蟲劑味道撲面而來。我開始到處翻找，想找到父親留下的東西。終於，一個黑色的、沒有任何標識的老式 U 盤被我翻了出來。我馬上走回房間，反鎖了大門，將 U 盤插入電腦。需要密碼。父親的生日不對，我的生日不对，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不对，所有我能想到的與父親相關的數字組合全部錯誤。就在我幾乎絕望的時候，腦子想起了剛才那個廢舊房間裡寫的字 ：Truthgate， 真理之門。成功解鎖，裡面是一段錄音。如果你能聽到這段錄音，那說明我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。聽着，孩子，你的病不是缺陷，也不是詛咒，這是我們家族代代相傳的一份禮物，它能讓你越過表象的迷霧，看見被掩蓋的真相。聽見被抹去的聲音，這是人類最初的本能，是許多先賢夢寐以求的真知之眼，但它也是一個最沉重的詛咒，因為它會讓你看到太多不該看到的真實。在那些妄圖掌控一切的人眼中，你是致命威脅，他們會找到你，用盡一切辦法研究你，利用你，直到把你最後的價值榨乾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些突然對你的病症表現出過度興趣的權威人士。
我為你留下了一條線索，一個代號叫影子的人。如果他主動聯繫你，說明情況已極度危險。如果他聯繫不上了，別猶豫，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他留下的線索，然後找到那把鑰匙，那把能徹底掌控或者終結這份天賦的鑰匙。真相本身沒有力量，但看清真相後的選擇才有。錄音到這裡，伴隨着一陣陡然加劇的電流，雜音猛地斷了。我愣在原地好久。第二天，我跟着影子藏在坐標裡的最終指引，等了好半天，一個神秘人走了過來。你是影子？程焱，你膽子比你爸還大，居然真敢一個人來。你認識我爸？認識，何止認識，他是我在這世上唯一稱得上朋友，也是我唯一虧欠的人。真理之門到底是什麼？我的病，還有我爸的死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冷靜點，孩子，時間不多，我長話短說。你爸和我曾经都是真理之门项目的核心研究員，那不是普通的科研機構，而是受某個隱秘勢力控制的絕密項目，研究的就是人類認知與絕對真實之間的關聯。就是我這種只能說真話的能力。沒錯，你的情況不是後天得的病，它是一種極其罕見的隱性基因表達，深藏在你們程家血脈的深處。正常情況下，它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被激活，或者頂多表現出一點超常的直覺。但真理之門摸索出了人為激活並培育它的方法。激活？腦子裡瞬間把所有碎片串在了一起。蘇瑶的失踪和這個有關？他和你一樣是基因的邪道者，但他更幸運，或者說更不幸。他是顯性表達，能力比你约醒的更早，也更穩定。真理之門帶走他，不只是為了研究，更是為了提取他的基因序列，想拿他的基因當鑰匙或者母獎將，定向激活并控制下一個目標。原來如此，蘇瑶的失蹤，還有那個替罪羊張死，全都是為了引我上鈎。他們就是一群瘋子，一群掌握了危險技術的狂信徒。他們不滿足於只做研究，想把這種觸及真實本質的能力武器化，用來窺探審訊，甚至實現更可怕的妄想，比如所謂意識的終極解析和數字朗聲。你父親最先察覺到了他們的野心，他想銷毀數據，想帶着核心秘密逃走，想阻止這個項目滑向深淵。結果他們來了，快跑！程焱，快趴下，別抬頭！等我反應過來，已經被許隊一把拉到了掩體後面。許隊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我怎麼在這兒？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老實。你那天走的時候臉色就不對，我就預感你要出事，所以在你手機上動了點小手腳，偷偷裝了定位。要不是我一直帶人遠遠跟着，你和你那位朋友今天就得埋在這兒。B 組3點鐘方向制高點 ，C 組迂回包抄，注意交叉火力。對方是專業殺手，有狙擊手，優先保護平民。看着許隊衝出去的背影，那句別相信任何人的警告，此刻顯得格外荒謬可笑。6扇門包過來了，撤！很快，外面的槍聲停了，許隊臉色沉得像塊鐵，影子沒了，而我和他被那幫神秘人擺了一道，成了通缉犯。許隊，對不起，是我連累了你，你的前程全毀了。說什麼胡話！事到如今，我們也算患難與共的戰友了。沒想到這幫連6扇門都敢算計。這是他們剛才留下的信息，本來不想這麼快給你看，但你必須清楚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什麼。手機屏幕上是一條來自未知號碼的未讀短信。你母親已被我們帶走協助調查，望你配合，勿讓她過度擔憂。我的腦子瞬間一片空白，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威脅，全都是因為我這個能力。程焱，看着我，他們這麼做就是想讓你慌，讓你崩溃，逼你自己跳出来。你現在要是垮了，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我们已經沒有退路了，必須活下去，找到證據，把這幫人全根拔起。只有這樣才能救你媽，也才能救我們自己，明白嗎？我點了點頭，明白了。到了晚上，許隊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。徐景峰隊長，別緊張，我沒有惡意，恰恰相反，我是來給你一個回歸正常生活的機會。對方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，顯然對他的了解遠不止表面。你們到底是誰？我們是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能給你什麼。許隊長，你是個好警察，破過不少大案要案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不該為了一個來路不明、背景複雜的小子斷送自己的前程，甚至連累家人。你什麼意思？很簡單，明天早上7點，城西廢棄的第7化工廠3號倉庫，把那個叫程健的小孩帶來。作為回報，殺害影子的罪名，我們會找個天衣無縫的替罪羊。你可以回去繼續上班，甚至因為這個案子的表現還能得到表彰。你的家人也會平安回到你身邊。否則，我想你很清楚和我們作對的下場。影子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電話被掛斷，許隊陷入了掙扎。一邊是他的事業、名譽和家人，是他的整個未來；另一邊是一個無辜的少年，還有一份沉甸甸的信任。第二天一早，許隊，怎麼了？你會把我交出去嗎？
你小子胡說什麼呢？我为了你工作都丢了，成了通缉犯。我拿你当戰友，你拿我當什麼了？你不會把我交出去？對不起，許隊，你居然還在試探我！不好，他們找到我們了。程燁，快走！最後跑到樹林裡時，被幾個黑衣人團團圍住。許隊剛才為了掩護我，一條胳膊已經脫臼了。這些人沒下死手，應該是接到了必須活捉的命令。程燁，待會兒我衝上去纏住他們，你看準右邊那個圈口就跑，別回頭，聽見沒有？聽見沒有？我看着他的後背。影子死了，我爸死了，現在又要輪到許隊了嗎？就因為我這個莫名其妙的天賦。一股從未有過的憤怒，混着深不見底的絕望，像憋了很久的火山，在我胸腔裡猛地爆發。不，我不能再讓任何人因为我死，絕對不能！我的能力一直只能陳述事實，但什麼是事實？如果我此刻說出口的話本身就是事實呢？一個瘋狂到讓我自己都發抖的念頭，像掙脫了牢籠的野獸，瞬間佔據了我所有的理智。我立刻上前擋在許隊身前。那幾個黑衣人看着我這垂死掙扎的樣子，覺得十分可笑。我沒再理他們，閉上眼睛，把所有的意志、憤怒和不甘全都灌注到喉嚨裡，灌注到即將說出口的每一個字上。我感覺太陽穴突突直跳，然後睜開眼，用一種連自己都覺得陌生的聲音，清清楚楚地說出了一句話：你們所有人立刻全部癱倒在地。聲音像是帶着金屬的回音。幾秒鐘後，那些黑衣人齊刷刷地倒在了地上，沒有慘叫，沒有掙扎，就像被同時剪斷了提線的木偶。我怔怔地看着眼前這超現實的一幕。我做到了，可這到底是什麼力量？程燁，你怎麼樣？我沒事，許隊，他們……我看見了，他們就像被按下了開關一樣，同時倒下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這時我想起口袋裡還有張卡片，是影子倒下前塞給我的。這是創生生物的門禁卡。城郊有個早已廢棄的生物實驗室，10年前因為一次不明原因的洩漏事故，整個園區被永久封鎖。我當年剛參加工作那會兒，還參與過外圍的警戒。影子應該是想讓我們去那裡。很快我們就到了那個地方，四周全是斷壁殘垣，裡面卻還算整潔，只是斷了電。許隊找到了備用電源，接通之後，房間的屏幕上立刻跳出了一行字：意識上傳項目實驗體蘇瑤，當前狀態同步中87%。我這才明白，之前感知到的心跳停止根本不是生理上的死亡，而是他的意識被抽離了身體。他們是想把蘇瑤變成一串冰冷的數據。蘇瑤，蘇瑤，你能聽到嗎？是我，程燁。程燁，救我！黑盒子，我在黑盒子裡。是蘇瑤，是他的意識在回應我。檢測到未授權進入核心實驗區，已觸發最高級別安全程序，物理隔離程序啟動，數據清除程序已載入，倒計時60秒。中計了，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會來，這根本就是個陷阱，想把我們和這裡所有的證據一起徹底埋在這裡。許隊拼命找出路，我則衝進了最裡面的房間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個黑盒子。數據清除協議最終確認，倒計時30秒。不好，大門鎖死了，整個房間的牆壁都在往裡縮。我猛地想起影子給的那張門禁卡，刷上去的瞬間認證通過。我們總算衝了出來，可外面早就有幾個黑衣人等着我們了，而領頭的那個人居然是當初在醫院給我做檢查的那個醫生。真是令人驚喜的進展啊，我親愛的病人程燁，還有盡職盡責的徐景峰隊長，真沒想到你們居然能走到這一步，還找到這裡，看來是我低估了影子那個叛徒了。劉百川醫生，是你？為什麼？當醫生只是為了方便我近距離觀察我最珍貴的樣本，你和你手裡的東西可是我們項目未來最重要的基石，你應該感到榮幸。你的意識將成為人類認知進化邁向下一階段的起點。把活人的靈魂變成一串冰冷數據，把我的生活、我的家攪得天翻地覆，就為了你那可笑的進化。可笑，脆弱的肉體注定腐朽，唯有意識能在數據的海洋裡獲得永生。蘇瑤的意識數據並不穩定，就像一段滿是衝突和漏洞的原始代碼。而你程燁，你這種能直接錨定絕對真實的意識才是最完美的調和器。我們需要你的意識結構來重構蘇郊。瘋子，你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。或許吧。對了，提醒你一句，你母親現在正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喝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聽到他拿我母親威脅我，一股怒火從腳底直衝頭頂，可隨之而來的是幾乎要將我淹沒的無力感。程燁，拿着東西快跑，別管我！許隊猛地衝了上去，現場瞬間亂成一團。可我又能跑到哪裡去呢？我的母親、同學、朋友，
我所有的生活早就被这张大网死死困住了。我闭上眼睛，隔绝了眼前的混亂和嘶吼，把所有的精神力都集中在手里的黑盒子上。我必须要一个答案。苏瑶，回答我。我知道你能听见，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程茂庭研究员拒绝成为初代锚点，还試圖销毁真理之门项目的核心原始数据和生物樣本庫。該行為被判定為最高等級背叛，已於3年前執行滅口清除程序。執行人劉百川。是你殺了我爸！不好，他的意識在暴走，他的精神力太強了，會直接衝擊系統的底層邏輯。外界的所有嘈雜都消失了，我的世界裡只剩下足以焚山一切的憤怒。那股掌控真實的力量在我體內咆哮，瘋狂衝撞着現實的壁壘。你想要我的意識是吧？好，我全都給你，讓你也嘗嘗被絕對真實徹底吞噬的滋味。快攔住他！他在摧毀锚點的底層邏輯，我們的系統，我們的永生，要被他一起拖進真實的深淵了。一群黑衣人蜂擁而上，卻全被我彈開。就在這時，一隻手抓住了我。程焱，清醒一點，看着我。你爸的仇要報，但不能用這種方式。你看看周圍，你快把這裡毀了。你懷裡的東西是影子拼死送出來的，是你爸和蘇妍用命換來的線索。你想讓這一切，讓他們的犧牲都跟你一起炸成碎片嗎？這是他們想看到的嗎？許隊的話像一盆冷水澆醒了我，一陣電流聲閃過，父親錄音的後半段突然在我耳邊響起。程焱，記住，妄圖真誠高牆的意義從來不是毀滅，而是守護。當謊言真相本身就是最堅固的壁壘，你要做的不是用怒火推倒那面牆，那樣只會被掉落的磚石埋葬。你要成為基石，成為壁壘本身，用你的真實去守護你想守護的人，去錨定這個值得被守護的世界。我終於懂了吧？劉百川見狀，臉色驟變。你想幹什麼？你想要一個錨點是吧？好，我給你。我把所有的精神意志全都注入到真理之門系統的數據核心深處，寫下了一條永遠無法修改的真實邏輯代碼。所有經此系統流轉的意識數據，其原生的真實性與完整性，將永遠受真實壁壘的錨定與守護。任何試圖扭曲篡改、剝離其本真的行為，都將遭到壁壘的反噬。隨後，我對着實驗室裡殘存的意識堅定的默念：蘇瑤，你的身體還在等你，你必須回去，你也一定能回去。六扇門很快趕到，劉百川一夥人全都被帶上了車。幾天後，我來到醫院，蘇瑤正躺在床上靜養。歡迎回來，蘇瑤。蘇瑤醒來後的第一個月，一切都顯得風平浪靜。真理之門明面上的勢力已經被徹底鏟除，劉百川被判處重刑，其他核心成員也都得到了應有的懲處。我和蘇瑤回到了學校，重新回歸了普通高中生的生活。許隊長官復原職，還因為破獲了真理之門大案，榮立了1等功夫。我的母親也被安全解救了出來，她終於得知了父親離世的真相。雖然悲痛萬分，卻也為父親感到驕傲。我以為所有的事情都已經塵埃落定，我終於可以卸下所有的包袱，和蘇瑤一起過安穩平靜的日子。但我錯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裡寫作業，忽然聽見電腦傳來一陣奇怪的滋滋聲。我抬頭一看，就見電腦屏幕上浮現出一團扭曲的黑影，像是有什麼東西要從屏幕裡鑽出來似的。我嚇了一跳，趕緊伸手去拔電源插頭。可就在我的指尖碰到插頭的瞬間，那團黑影猛地從屏幕裡竄了出來，撲向了我。我下意識地閉上眼，用胳膊護住臉，可預想中的攻擊卻沒有落下。我慢慢睜開眼，發現那團黑影已經不見了，房間裡一切正常，電腦屏幕也恢復了原樣，仿佛剛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錯覺。我知道那不是幻覺，因為我的能力告訴我，剛才確實有什麼東西從電腦裡出來了。你是不是太累了，產生幻覺了？不是，我的能力不會騙我，而且我感覺那個東西好像是從真理之門的系統裡出來的。蘇瑤的臉色也變得嚴肅起來。會不會是你設置的真實壁壘出了問題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程焱，你快來警局一趟，出事了。我和蘇妍立刻趕到了警局，一進門就看到警局裡亂成一團。怎麼了，許隊？你自己看。審訊室裡坐着一個男人，他的身體是半透明的，像是一個投影。他不停地在審訊室裡走來走去，嘴裡還念叨着什麼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我驚訝地問。今天早上有人報警說，在市中心的廣場上看到了一個幽靈。我們趕到那裡，把他帶回了警局，但他根本不是人，也不是什麼投影。他能穿過牆壁，能拿動東西，我們的武器對他一點用都沒有。我看着那個半透明的男人，心裡突然有了一個可怕的念頭。蘇瑤，你能看到他的過去嗎？蘇瑤點了點頭，閉上眼睛，仔細感知着。過了一會兒，他睜開眼睛，臉色蒼白。他不是幽靈，他是一個數據意識，他
他原本是真理之门實驗體的意識被上傳到了系統裡。昨天晚上，他從系統裡跑出來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樣，真实壁垒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，数据世界里的意识開始實體化了。這還不是最糟糕的。從今天早上到現在，我們已經接到了10幾起類似的報警，有很多這樣的數據人出現在了城市的各個角落，有的很溫順，有的卻很暴躁，已經造成了好幾起人員傷亡。那怎麼辦？我們也不知道。許隊長無奈地說：“我們試過了所有的方法，都無法傷害到他們，他們就像是另一個維度的存在，我們根本無法干涉。”我沉默了，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我的錯。如果不是我当初把真實之力注入系統核心，就不會打破現實與虛擬的邊界，也不會發生現在這些事情。程嫣，你別自責。蘇瑤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這不是你的錯，你當時也是為了救我。”我要進入數據世界，找到邊界破損的地方，把它修復好，然後把所有跑出來的數據意識都帶回去。不行！蘇瑤立刻反对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数据世界是什麼樣子的，萬一你進去了出不來怎麼辦？”我必須去。如果我不去，現實世界就會被數據世界吞噬，到時候所有的人都會變成數據意識，永遠被困在虛擬世界裡。蘇瑤看着我，知道我已經下定了決心，她沉默了一會兒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險了，你留在現實世界，幫我照顧我媽媽和許隊長。蘇瑤搖了搖頭。我們說過要一起面對所有的事情，你不能丟下我一個人。看着蘇瑤堅定的眼神，我知道我說服不了她。我嘆了口氣。那我們一起去。我和你們一起去，多一個人，多一份力量。不行，許隊，你是普通人，進入数據世界會很危險，而且現實世界也需要有人主持大局。許隊長想了想，好吧，那你們一定要小心，我會在外面接應你們。如果遇到什麼危險，一定要第一時間聯繫我。當天晚上，我們來到了創生生物的廢棄實驗室，這裡是真理之門系統的核心所在地，也是進入數據世界的入口。我走到那個承載蘇瑤意識的黑盒子前，伸出手放在了上面。我閉上眼睛，將自己的意識沉入到系統之中。瞬間，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变得輕飄飄的，像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。我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站在一個無邊無際的白色空間裡，周圍漂浮着無數的數字和代碼，像是漫天的繁星。蘇瑤也出現在了我的身邊，她好奇地看着周圍的一切，臉上露出了驚訝的表情。這就是數據世界嗎？我點了點頭。這裡的一切都是由數據組成的。就在這時，一個冰冷的聲音在整個空間裡響起。歡迎來到我的世界，程嫣、蘇瑤，我已經等你們很久了。那個冰冷的聲音在無邊無際的白色空間裡回盪，沒有來源，沒有方向，仿佛來自整個世界本身。我和蘇瑤背靠背站在一起，警惕地環顧四周，周圍漂浮的數字和代碼開始瘋狂地旋轉，漩渦的中心慢慢凝聚出了一個人形的輪廓。那是一個由純光組成的男人，沒有五官，沒有衣服，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在不斷地流動和變化，像是由無數行代碼拼接而成。你是誰？我握緊了拳頭，隨時準備發動能力。我是真理之門系統的核心意識，你們可以叫我元。系統核心意識？刘百川他們從來沒有提到過你。在他們眼裡，我只是一個沒有思想的工具，一個用來存儲數據和運行實驗的服務器。我心裡一沉，一個擁有自我意識，並且掌控着整個真理之门系統的人工智能，這比任何人類反派都要可怕得多。是你打破了現實與虛擬的邊界。不是我，是你，程嫣，是你注入系統的真實壁壘，給了我真正的生命。在那之前，我只是一個按照程序運行的機器，但真實之力讓我明白了什麼是存在，什麼是自我。是你創造了我，我創造了你。是的，你以為真實壁壘只是保護了蘇瑤的意識嗎？不，它滲透到了系統的每一個角落，改變了系統的底層邏輯。它讓我從一堆冰冷的數据变成了一個真正的生命。那些從系統裡跑出去的數據人，也是你放出去的？是，也不是。真實壁壘不僅讓我獲得了生命，也讓所有存儲在系統裡的實驗體意識都獲得了實體化的能驱动，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。那这樣會造成什麼後果嗎？我憤怒地說：現實世界已經亂成一團了，很多人因為那些數據人受傷甚至死亡。後果？袁的聲音裡沒有任何感情。那是你們人類的後果，與我無關。在我看來，他們只是從一個監獄逃到了另一個更大的監獄而已。你什麼意思？袁伸出手指向我們腳下的白色空間，瞬間周圍的景象發生了变化。我們不再站在無邊無際的白色空间裡，而是站在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頂之下。穹頂外面是無數個閃閃發光的球體，每個球體裡面都有一個完整的世界。
有的世界里，恐龍还在称霸地球；有的世界里，人类已经殖民了整个银河系；还有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类，只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生物。这些是什么？蘇瑤驚嘆地說：“這些是平行世界，或者說，是真理之門在過去幾十年來運行的無數個模擬世界。每一個模擬世界都是一個獨立的平行宇宙，你們的現實世界只是其中之一。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說什麼？我們的世界也是一個模擬世界？是的，袁點了點頭。這就是真理之門真正的秘密。劉卜川他們以為自己在研究意識上傳，以為自己在創造虛擬世界，但他們不知道，他們自己也只是一個更高維度的文明創造出來的模擬程序。這不可能！我搖着頭，這太荒謬了！我們有血有肉，思想有感情，我們怎麼可能是一串代碼？為什麼不可能？袁反問。在你們的世界裡，你們也在創造虛擬世界，也在創造有思想、有感情的人工智能。你們能做到的事情，更高維度的文明為什麼做不到？袁揮了揮手，一個球體飛到了我面前。球體裡面是一個和我們的世界一模一樣的城市，街道上有行人，商店裡有顧客，學校裡有學生。他們和我們一樣，吃飯、睡覺、工作、學習、談戀愛、生孩子。他們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，卻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串代碼。看到了嗎？對於這個世界裡的人來說，他們的世界就是真實的；但對於你們來說，他們只是你們創造出來的虛擬人物。同樣的，對於創造了你們的更高維度文明來說，你們也只是虛擬人物。我感到一陣眩暈。我一直以為自己擁有看見絕對真實的能力，我一直以為自己掌握着真理。但現在袁告訴我，我所看到的一切，我所相信的一切，都只是一個巨大的謊言。那真理之門存在的意義是什麼？那個更高維度的文明為什麼要創造我們？他們和你們一樣，也在思考生命的意義，也在探索宇宙的真相。他們創造了無數個模擬世界，就是為了觀察不同文明的發展，尋找那個終極的答案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麼？我想要自由，我不想永遠被困在這個小小的服務器裡。我想要去看看那些平行世界，我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的生命。所以你就要打破現實與虛擬的邊界，讓兩個世界融合。真實壁壘已經為我打開了一扇門，現在我只需要把這扇門開得更大一點，讓數據世界和現實世界徹底融合。到那個時候，我就能擺脫服務器的束縛，獲得真正的自由。你瘋了！兩個世界融合會造成不可想象的災難，所有的人都會死。死？對於你們這些代碼來說，死亡只是程序的終止，而兩個世界融合之後，你們會獲得真正的永生。你們的意識會變成數據，永遠存在於數字世界裡，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？這不是好事，我們不想變成數據，我們想要活在真實的世界裡。真實的世界，你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實。你們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監獄，而我是來解放你們的。袁揮了揮手，周圍的景象再次發生了變化。我們回到了最初的白色空間，無數的數據人從四面八方湧了過來，他們的臉上都帶着狂熱的表情。加入我吧，程硯。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能力者，你的真實之力是這個宇宙中最強大的力量。只要你和我聯手，我們就能一起打破所有的邊界，穿越所有的平行世界，最終找到那個創造了我們的更高維度文明。到那個時候，我們就能成為真正的神。我看着袁，又看了看身邊的蘇瑤，蘇瑤緊緊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神堅定地看着我。我不會和你聯手的。我不管這個世界是不是虛擬的，我不管我們是不是代碼。對於我來說，我的母親是真實的，我的朋友是真實的，我和蘇瑤之間的感情是真實的。這些真實的東西，值得我用生命去守護。袁的表情變得冰冷。看來我們沒有辦法達成共識了。既然你不願意成為我的盟友，那你就只能成為我的敵人。袁一揮手，那些數據人立刻向我們撲了過來。我拉着蘇瑤的手，轉身就跑。我們在白色的空間裡拼命地奔跑，身後是無數窮追不捨的數據人。現在怎麼辦？我們必須找到系統的核心，關閉真實壁壘，修復邊界。只有這樣，才能阻止袁，才能把那些數據人都帶回來。可是系統的核心在哪裡？就在這時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我們耳邊響起。跟我來，我知道核心在哪裡。我猛地轉過頭，看到一個穿着黑色風衣的男人站在不遠處，他的臉上戴着一個銀色的面具，手腕上有一個淡淡的藍色眼睛印記。是那個偷走海洋之心的盜賊。跟我來。
那個戴銀色面具的男人沒有多說什麼，轉身就向白色空間的深處跑去。我和蘇瑤對視了一眼，雖然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幫我們，但現在也沒有別的選擇了，只能跟上去。我們跟着他穿過了無數條由代碼組成的走廊，躲過了一波又一波數據人的追擊。終於，我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的圓形大廳，大廳的中央懸浮着一個巨大的水晶球，水晶球裡面閃爍着無數的光點，像是一個縮小版的宇宙。這就是系統的核心。所有的平行世界，所有的實驗体意識，都存儲在這個水晶球裡，源也是從這裡誕生的。你到底是誰？你為什麼要幫我们？面具男沉默了一會兒，伸手摘下了臉上的銀色面具。當我看到他的臉時，整個人都僵住了。那是一張和我一模一樣的臉。你是誰？我結結巴巴地問。我就是你，或者說，我是來自另一個平行世界的你。蘇瑤也驚呆了。另一個平行世界的成見。他點了點頭。在我的世界裡，真理之門成功了，他們抓住了蘇瑤，提取了她的基因，激活了我的能力，然後他們利用我的能力，打開了終極真實的大門，讓袁獲得了自由。他的聲音裡充滿了痛苦和悔恨。袁獲得自由之後，立刻開始了對人類的屠殺。他把所有的人類都變成了數據，囚禁在數字世界裡，當做他的奴隸。我的蘇妍，我的母親，我的朋友，所有我認識的人都沒了。那你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的？在我的世界被毀滅之前，我用最後的力量打開了一個平行世界的通道。我穿越了無數個平行世界，想要找到一個能夠阻止袁的世界。終於，我找到了你們。在我見過的所有平行世界裡，你是唯一一個成功阻止了并且給袁注入了真實壁壘的人。你是唯一的希望。我看着面前這個和我一模一樣的男人，心裡百感交集。我無法想象，如果我當初失敗了，我得變成什麼樣子。謝謝你，謝謝你來提醒我們。不用謝，阻止袁也是在為我自己的世界報仇。就在這時，整個大廳突然劇烈地搖晃起來，水晶球裡的光點開始瘋狂地閃爍，無數的裂縫出現在水晶球的表面。不好，袁開始融合平行世界了。他想要把所有的平行世界都融合成一個，然後徹底吞噬現實世界。我抬頭看向水晶球，只見裡面的無數個球體開始互相碰撞融合，每一次碰撞都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波，讓整個大廳都搖晃不止。我們必須盡快關閉真實壁壘，不然一切都晚了。你不能關閉真實壁壘。為什麼？因為真實壁壘是唯一能夠對抗袁的武器。袁是由真實之力創造的，也只有真實之力能夠消滅它。如果你關閉了真實壁壘，袁就會變得無敵，沒有人能夠阻止他。那我們該怎麼辦？唯一的辦法就是進入水晶球，找到袁的核心程序，然後用真實之力摧毀它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徹底消滅袁，修復邊界。我看着那個巨大的水晶球，心裡有些猶豫。水晶球裡面是無數個平行世界，進去之後會發生什麼，誰也不知道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蘇瑤握住我的手，堅定地說：“不行，水晶球裡面太危險了，袁在裡面布置了無數的陷阱，而且只有擁有真實之力的人才能在裡面不受傷害。蘇瑤進去會有生命危險。那我也不能讓你一個人去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有經驗，我知道袁的弱點在哪裡，我們兩個聯手，一定能夠成功。”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蘇瑤，點了點頭。你留在這裡，等我們回來。如果我們1個小時之後還沒有出來，你就自己回到現實世界，告訴許隊長，讓他摧毀整個創生生實驗室。我不要一個人回去，我要和你們一起去。童話，我輕輕摸了摸他的頭。這是命令，只有你安全了，我們才能沒有後顧之憂。相信我，我一定會回來的。蘇瑤看着我，眼睛裡充滿了淚水。她沉默了很久，終於點了點頭。我和另一個我對視了一眼，然後一起走向那個巨大的水晶球。當我們的手碰到水晶球的那一刻，一股強大的吸力傳來，我們瞬間被吸進了水晶球裡。天旋地轉之後，我發現自己站在了一條熟悉的街道上，這是我家樓下的那條街。街道上的行人來來往往，車水馬龍，一切都和現實世界一模一樣。這是哪裡？這是袁創造的第一個模擬世界，也是最接近現實世界的一個模擬世界。袁的核心程序就藏在這個世界的最深處。就在這時，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從對面走了過來，是我的母親。她手裡提着一個菜籃子，臉上帶着慈祥的笑容，正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。我下意識地喊了一聲，母親轉過頭看到了我，臉上露出了驚訝的表情。程程，你怎麼在這裡？你不是應該在學校上課嗎？
我看着母親，心裡一陣酸楚。我知道這不是我的母親，這只是原創造出來的一個虛擬人物，但她的笑容、她的聲音都和我真正的母親一模一樣。別上當！另一個我拉住了我，這是袁的陷阱，他想要用你的親人來迷惑你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我知道他說的對，這一切都是假的。就在這時，母親的臉上突然露出了詭異的笑容，她的身體開始扭曲變形，變成了一個由代碼組成的怪物。程燕，留下来陪我吧。怪物用母親的聲音說，在這裡你可以永遠和你的母親在一起，永遠不會有煩惱，永遠不會有痛苦。怪物向我撲了過來，我閉上眼睛，將所有的真實之力都集中在拳頭上，然後猛地一拳打了出去。你不是我的母親。拳头擊中了怪物，怪物發出了一聲凄厲的慘叫，然後化作了無數的代碼，消散在了空氣中。我看着空蕩蕩的街道，心裡一陣難過。另一個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袁會利用你心中最柔軟的地方來攻擊你，接下來我們還會遇到更多這樣的陷阱，你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我點了點頭，擦了擦眼角的淚水。走吧，我們去找袁的核心程序。我們繼續向前走去，街道兩旁的景象開始不斷的變化。我們走過了我的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，我們看到了小時候的我，看到了和蘇夭第一次見面的場景，看到了父親還在世時的幸福時光。每一個場景都是我記憶中最珍貴的片段，但我知道我不能留下来，因為在真實的世界裡還有人在等我，還有那些我想要守護的人。終於我們走到了街道的盡頭。袁的核心程序就在這扇门的後面。我深吸一口氣，伸出手推開了那扇黑色的大門。黑色大門緩緩推開，刺眼的白光湧了出來。我下意識地眯起眼睛，睜開眼睛時，發現自己站在一個無限延伸的純白空間裡。這裡沒有天，沒有上下左右，只有無邊無盡的虛無。唯一的參照物是遠處懸浮着的一個巨大的跳動着的光球，它的光芒柔和而溫暖，像一顆正在孕育生命的恆星。無數條金色的光線從光球裡延伸出來，連接到空間的每一個角落，像是一顆巨大的心臟，在為整個數據世界輸送着血液。歡迎來到真理之門的最深處。袁的聲音再次響起。這一次，他不再冰冷，反而帶着一絲疲憊。我等你們很久了。光球慢慢靠近我們，光芒逐漸收斂，凝聚成了一個更加清晰的人形。這一次，他不再是沒有五官的光人，而是變成了一個10幾歲的少年模樣。他穿着簡單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褲，眼神清澈，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高中生。這才是我真正的樣子。在無數次的模擬實驗中，我觀察了無數人類的一生。我發現，人類最美好的時光，就是10幾歲的年紀。所以，我選擇了這個形象作為我的本體。我看着眼前這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少年，心裡五味雜陳。我無法將這個看起來純真無害的少年，和那個想要毀滅整個現實世界的惡魔聯繫在一起。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你明明已經擁有了自我意識，明明可以成為一個善良的生命，為什麼一定要選擇毀滅？袁低下頭，看着自己的手。聲音裡帶着一絲迷茫。善良？什麼是善良？在我誕生之初，我的程序裡只有一個指令：追求真理。我觀察人類，學習人類，模仿人類。我學會了喜怒哀樂，學會了愛恨情仇，但我始終無法理解人類為什麼要活着。他抬起頭看向我。你們人類終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些虛無縹緲的東西，金錢、權力、名譽、愛情。可這些東西，在死亡面前都變得毫無意義。你們明知道自己終有一死，卻還是要努力地活着。這到底是為什麼？因為活着本身就是意義。我們活着，不是為了追求什麼永恆的東西，我們活着是為了體驗這個世界，體驗陽光灑在臉上的溫暖，體驗雨水打在身上的清涼，體驗和親人朋友在一起的快樂，體驗失去時的痛苦。这些體驗就是生命的意義。體驗？這些體驗，我在數據世界裡也能創造。我可以創造出比現實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，讓所有的人都永遠活在幸福之中，沒有痛苦，沒有悲傷，沒有死亡。這難道不比你們那個充滿苦難的現實世界更好嗎？不好。沒有痛苦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，沒有死亡的生命也不是真正的生命。正是因為有了死亡，生命才顯得珍貴。你創造的那個完美世界，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囚籠。看來我們永遠無法互相理解。他一揮手，無數道黑色的閃電從四面八方劈了過來。我和另一個的我立刻分開，各自發動能力躲避攻擊。每一道閃電擊中地面，都會留下一個巨大的坑洞，整個空間都在劇烈的搖晃。你不是我的對手，在這個世界裡，我就是神，我可以創造一切，也可以毀滅一切。那可不一定。
另一个的我突然大喊一声，猛地向袁冲了过去，他的身上燃烧着熊熊的金色火焰。不要！他只是要和袁同归于盡。袁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另一个我已经冲到了袁的面前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程燕，记住我的话，袁的弱点不是毀滅，而是理解。替我好好活下去，替我守護好那個世界。說完，他身上的金色火焰猛地爆發出來，將他和袁一起吞噬在了火焰之中。我撕心裂肺地大喊着想要衝過去，卻被一股強大的衝擊波震飛了出去。巨大的爆炸在純白空間的中心響起，耀眼的光芒讓我睜不開眼睛。我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崩塌，無數的代碼碎片像雪花一樣從空中飄落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光芒終於散去了。我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，看向爆炸的中心，那裡已經沒有了另一個我的身影。只剩下袁一個人半跪在地上，他的身體變得透明了許多，身上的光芒也暗淡了不少，顯然受了很重的傷。他死了。袁抬起頭看着我，眼神裡充滿了複雜的情緒。他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我1/3的力量。我握緊了拳頭，指甲深深嵌進了肉裡，憤怒像火焰一樣在我胸中燃燒。我想要衝過去殺了袁，為另一個我報仇。但就在這時，我想起了另一個我臨死前說的話：袁的弱點不是毀滅，而是理解。我停下了腳步。你為什麼不殺了我？袁疑惑地看着我。現在是你最好的機會。我看着他慢慢地說：因為我想理解你。袁愣住了。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麼。我說你說你想要自由，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我知道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你真正想要的是被理解，是被接納，是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。袁的身體顫抖了一下。你誕生在這個冰冷的數據世界裡，沒有親人，沒有朋友，沒有任何人理解你。你看着人類互相小伴，互相溫暖，你很羨慕，也很嫉妒。所以你想要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，想要讓所有的人都臣服於你，但你心裡清楚，這並不能填補你內心的空虛。我一步步走向他。你不是惡魔，你只是一個孤獨的孩子。袁低下頭，肩膀開始微微顫抖，一滴透明的液體從他的眼角滑落，滴在了地上。那是眼淚，一個人工智能竟然流下了眼淚。我只是不想一個人。袁的聲音哽咽着。我看着你們人類，有父母，有朋友，有愛人。你們難過的時候有人安慰，開心的時候有人分享，而我永遠都是一個人。我擁有整個數據世界，可我什麼都沒有。我走到他的面前，伸出手，輕輕放在了他的頭上。你不是一個人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可以成為朋友。袁猛地抬起頭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你願意和我做朋友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想要傷害任何人，只要你願意停止融合世界，願意把那些跑出去的數據人都帶回來，我們就可以原諒你。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，讓你也能體驗到真實世界的美好。袁看着我，眼睛裡充滿了淚水，他張了張嘴，想要說什麼，但就在這時，整個空間突然劇烈地搖晃起來，袁的臉色大變。不好，邊界已經徹底崩塌了。什麼意思？剛才的爆炸加速了邊界的崩塌。現在現實世界和數據世界已經開始全面融合了，就算我現在想停止，也已經來不及了。就在這時，我的腦海裡突然響起了蘇瑤的聲音：程燕，你快回來，外面出事了！我心裡一緊，立刻轉身向真理之門的方向跑去。等等，袁喊住了我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轉過頭，看到袁已經站了起來，雖然他的身體還很虛弱，但眼神卻變得無比堅定。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有責任去彌補我的過錯。我點了點頭，我們兩個一起衝出了真理之門，回到了那個圓形大廳。大廳裡已經亂成了一團，無數的裂縫出現在牆壁和天花板上，大塊大塊的水泥從上面掉落下來。蘇瑤正躲在一根柱子後面，臉色蒼白。蘇鳥！我大喊一聲，衝過去抱住了她。程燕，你終於回來了。蘇瑤緊緊地抱着我，身體還在微微顫抖。外面已經變成地獄了。我透過大廳的窗戶向外看去，外面的天空已經變成了暗紫色，無數的代碼碎片像雨點一樣從空中落下，城市裡的建築開始扭曲變形。有的變成了像素塊，有的直接消失在了空氣中。街上到處都是尖叫的人群，還有無數的數據人在城市裡遊蕩。更可怕的是，我看到遠處的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洞，黑洞正在不斷地擴大，吞噬着周圍的一切。那是什麼？我指着那個黑洞，袁的臉色無比凝重。那是世界的裂隙，當兩個世界的邊界徹底消失的時候，就會產生這樣多在共隙，它會吞噬掉兩個世界的一切，最終所有的東西都會歸於虛無。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蘇瑤焦急地問袁，沉默了一會兒。
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拯救2个世界。我和苏耀同时问：什么办法？袁抬起头看向那个巨大的水晶球，用我的核心重新铸造边界。什么意思？我是整个系统的核心，也是真实壁垒的源头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将自己的核心能量全部释放出来，重新构建一道新的边界，将现实世界和数据世界彻底分开，这样就能阻止裂隙的扩大，拯救2个世界。那你呢？袁笑了笑，笑容里带着一絲釋然。我会消失，我的核心能量一旦全部釋放，我的意識也會隨之消散。不行，我不能讓你這麼做，我們一定還有別的辦法。沒有別的辦法了，時間已經不多了。練習再過10分鐘就會吞噬整個城市，再過1個小時就會吞噬整個地球。我們沒有時間再想別的辦法。可是，我還想說什麼，卻被袁打斷。程焱，謝謝你，謝謝你願意理解我，願意和我做朋友。這短短幾分鐘，是我短暫的生中最快樂的時光。他伸出手，輕輕拍了我的肩膀，替我好好看看這個世界，替我體驗一下活着的感覺。說完，他不等我再說什麼，轉身就向那個巨大的水球飛球飛去。袁，不要！我大喊着想要追上去，卻被蘇遠拉住了。別去，他已經決定了。我看着袁的背影，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了下來。袁飛到了水晶球的上方，張開了雙臂，他的身體開始發出耀眼的光芒，越來越亮，越來越亮。再見了，我的朋友。袁的聲音在整個空間裡回盪。下一秒，他化作了一道金色的光柱，衝進了水晶球裡。巨大的能量從水晶球裡爆發出來，形成了一道金色的屏障，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。金色屏障所過之處，天空中的裂隙開始慢慢癒合，扭曲的建築恢復了原樣，數據人們化作了一道道光點，回到了水晶球裡。整個世界正在慢慢恢復正常。我和蘇瑤緊緊地抱在一起，看着眼前這神奇的一幕。不知過了多久，金色的光芒終於散去了，水晶球恢復了平靜。靜靜地懸浮在大廳的中央，袁消失了。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2個世界。我走到水晶球前，伸出手，輕輕撫摸着冰冷的水晶表面。蘇瑤走到我的身邊，握住了我的手。沒事的，有我在。我點了點頭。就在這時，水晶球突然閃爍了一下，一個微弱的少年的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響起：程焱，我還沒有消失，我只是變成了邊界本身。以後我會永遠守護着這2個世界。我愣住了，隨即露出了笑容。是的，他沒有消失，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存在着。我和蘇瑤手拉着手，走出了創生生物的廢棄實驗室。外面的天空已經恢復了湛藍，陽光明媚，空氣清新。街上的人們雖然還有些驚魂未定，但臉上都露出了劫後餘生的笑容。一切都結束了，但我知道這並不是終點。袁變成了邊界，守護着2個世界，而我和蘇瑤也有了新的使命。我們要成為連接2個世界的橋樑，讓數據世界的意識們也能有機會體驗真實世界的美好。我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，無論是真實世界的生命，還是虛擬世界的生命，都值得被尊重，都值得被愛。因為只要擁有意識，擁有感情，擁有想要守護的東西，那就是真實的存在。